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影视独家深度解析。今日已喜欢，因为轻松甜蜜的剧情氛围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关注，尤其是陈思和翟依莹的搭档，让很多喜欢短剧的观众直呼甜度超标。不过，讨论这部作品时，我们还是应该把剧情表现、演员表演和现实生活分开来看，既可以享受作品里的心动，也不必把戏中的情感直接延伸到演员本人。从表演来看，陈思在剧中的状态比较沉稳，他擅长通过眼神、语气和细微动作去表现人物的情绪。当角色面对喜欢的人时，并不是每一次都需要大段台词，有时候一个停顿、一次回头，甚至一个看似普通的眼神，都能够把人物的情绪传递出来。这种比较克制的表达方式，也让角色显得更加深情。翟依莹的表现则呈现出另一种感觉，她饰演的角色带有明显的青春感和灵动气质，面对感情时既有一点天真，也有自然的可爱感。这样的反差恰好与陈思相对沉稳的表演形成互补，因此两个人同框时，观众比较容易产生有戏的感觉。当然，所谓 CP 感更多来自角色关系、镜头语言以及演员之间的表演配合。观众觉得好磕，并不等于现实中的两个人存在同样的关系。把这一点说清楚，反而能够让我们更轻松地欣赏作品本身。说到今日已喜欢，很多观众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，就是剧中亲密戏份的密度。事实上，近年来不少短剧都在强化情感推进。与传统长剧相比，短剧集数和单集时长通常更加紧凑，需要在有限时间里快速建立人物关系，因此拥抱、牵手、靠近以及吻戏等亲密互动，有时会被作为推动感情线的一种视觉表达。这也是为什么观众会产生一种感觉，怎么才刚认识，剧情就已经开始迅速升温。但这里也需要理性看待，吻戏多并不意味着作品一定更浪漫，吻戏少也不代表人物之间没有感情。真正决定一段爱情线是否好看的，还是人物有没有成长，感情有没有合理铺垫，以及关键情节是否能够让观众相信角色为什么会喜欢上对方。如果所有情绪都依靠亲密镜头来表达，时间久了，观众反而容易产生审美疲劳。尤其当类似桥段反复出现时，原本应该具有情绪冲击力的场景，可能逐渐变成一种固定套路。所以，与其单纯讨论吻戏多不多，不如进一步观察这些戏份到底有没有服务剧情。除了今日已喜欢之外，陈思与其他搭档的作品也会被观众拿出来比较。其中，陈思和李若琪合作后的相关短剧，因为亲密互动比较明显，也容易成为讨论焦点。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，演员合作作品中的吻戏、拥抱或者暧昧桥段，首先属于剧情和表演的一部分，不能仅凭这些镜头就推断演员现实生活中的感情状态，更不能把影视剧情当成现实关系的证据。很多时候，演员选择某种表演方式，与剧本设定、角色关系、导演调度以及短剧市场的节奏都有关系。尤其是爱情题材短剧，为了让观众快速进入故事，创作者往往会把情感冲突和感情升温安排得更加集中。因此，当观众看到吻戏很多时，可以讨论它是不是自然，是不是符合人物性格，也可以讨论演员的表现是否有感染力，但最好不要把剧情里的亲密互动直接等同于现实生活。这样的观看方式既不会降低追剧的乐趣，也能避免因为过度解读而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甜是短剧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，但真正能够让一部作品被记住的，往往不只是甜。如果人物之间只有不断靠近、不断制造暧昧，再加上重复的亲密桥段，那么刚开始可能非常刺激，可看得多了以后，
观众就会发现剧情缺少新的东西。相反，如果一部剧能够把甜蜜与人物成长结合起来，效果往往会更加持久。比如，一个看起来冷静的人，因为感情逐渐学会表达；一个看起来天真活泼的人，在经历误会之后变得更加成熟。两个人从互不理解到慢慢建立信任，再到愿意为彼此改变，这样的情感过程，即使没有大量亲密镜头，观众依然能够感受到心动。这也是今日已喜欢这类作品值得讨论的地方。演员的表演只是其中一部分，真正决定观众能不能持续追下去的是人物有没有立住，剧情有没有逻辑，以及感情线能不能一步一步推进。如果未来陈思与翟依莹还能继续合作，大家当然可以期待他们带来更多轻松、自然、有化学反应的作品。但这种期待最好建立在作品本身，而不是建立在对演员私人生活的猜测之上。对于观众来说，能够一边磕角色，一边保持清醒，其实才是最舒服的追剧状态。回头来看，观众为什么会对陈思和翟依莹的搭档产生兴趣？真正吸引人的地方，或许并不只是表面上的甜，而是两种不同表演气质碰撞之后产生的层次感。陈思所呈现出的沉稳感与翟依莹自然灵动的状态形成互补。当一个角色表达的相对克制，另一个角色更加活泼，观众就容易在两人的互动中找到节奏变化。一个眼神，一句玩笑，甚至一次短暂的停顿，都可能成为推动情绪的重要细节。这样的互动比单纯堆叠亲密镜头更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。至于陈思与其他演员合作作品中的亲密戏份，也应该放回具体剧情中理解。爱情短剧为了提高节奏，常常会把人物关系快速推进，因此拥抱、牵手、吻戏等情节可能出现的比较集中。但这些内容首先属于角色表演和剧情设计，不能仅凭镜头就推断演员现实中的感情关系。观众可以欣赏，也可以讨论哪一段更有感染力，但最好还是把角色与演员本人区分开来。如果未来陈思和翟依莹再次合作，我更期待看到的是新的角色关系和更丰富的情感变化。真正让观众记住的，不一定是亲密戏出现了多少次，而是人物经历了什么之后，才终于走到彼此身边。真正耐看的甜，应该有铺垫，有转折，也有情感重量。当观众因为角色的一次选择而心动，那种感觉往往比单纯的视觉刺激更加持久。甜蜜可以继续，但如果甜蜜背后还有成长与故事，那么这份心动才更值得期待。也许这才是爱情短剧最值得期待的方向。可以甜，但不能只有甜；可以让人心动，但更应该让人相信人物之间的情感发展。如果你也看过《今日已喜欢》，你觉得陈思和翟依莹的搭档表现怎么样？你更喜欢自然细腻的情感铺垫，还是节奏更快、更高甜的爱情剧情？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也感谢每一位喜欢和支持我们频道的朋友。希望我们下一期继续和大家聊更多有趣的影视作品与演员表现。喜欢这期内容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